海峰哥，你知不知道我才是公司国内的负责人？你有什么权利向董事会汇报？你和那个陈书记以前肯定有事，你以为我不知道吗？那是我的私事，和你有关系吗？你的私事，那我算什么？我等了你那么多年，为什么？是。你和谢大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心怀感激。但是无论在你家做保镖，还是在华泰公司做事，我都尽心尽力，以此作为报答。你对我有暗示，我也委婉地拒绝了你，就是怕你受伤。但今天的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我的底线。你的旅行到此结束了，我会给你买回程的机票。你收拾这行李，准备走吧。今天召集大家来开这个临时会议呢，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我们可以商量出一个吸引华泰集团在我们三江市落地建厂的可行性方案。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税收政策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坚持沿用的，已经在最大的程度上给予企业优惠幅度。他们生产电子产品，如果内销，我们可以尝试。能不能够在开发区由我们牵头，在省内、国内为他联系几个固定的客户？哎，我觉得这个提议很好。我觉得我们可以发散性思维啊，把这个思维打开，集思广益，看看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觉得如果引进华泰的电子产品非常好，既环保又能够产生经济效益。背靠福海大学，我们可以为企业提供高水平的劳动力资源。这个说得好，人才是最重要的。陈书记好，你一会儿发邮件之前反复确认一下所有的细节是不是正确啊？这个邮件真的很重啊。来，就按这个地址发。好的。万小脸，对，你把收到的电子邮件的内容加到三江经济开发区的招生介绍里。对，好的，晨晨，已经22年了，我们仍有默契，你能接受我吗？哎，舅舅，对，舅舅，你听我说，我选择三江市呢，的确有家乡的因素，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是这并不能代表我在损害公司的利益来满足自己荣归故里的虚荣。如今的三江市已经发展成为工业化的城市，对，我相信未来还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因为国内外的大型企业都在这里建厂。城市发展的好，企业自然也会获利。我有信心把这里当作起点，开拓我们国内的销售渠道，把我们的品牌打响，实现双赢。好，我知道了，你赶紧把资料准备好发给我，我会召开董事会说明情况的。好的，谢谢舅舅。你找我有急事儿啊？啊，你请坐。是你舅舅有消息了吗？送给你的。对不起，我以为你约我来谈公事。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我确实有公事跟你说，请坐。
哎，你好，2号桌在哪边？请过来，这边请。您请。啊，谢谢。谢小姐，我叫陈采薇，海鹏哥从小长大的朋友。是海鹏哥让你来找我的吗？不是，但我相信你肯定非常好奇，海鹏哥在三江村发生过什么，以及后来他为什么要出国。三江村曾经是一个非常贫苦落后的地方，但儿时有晨晨姐、海鹏哥、威龙哥、祖旺哥，我们彼此的陪伴，大家都是快乐的、充实的。其实这次海鹏哥回来，我们很意外，但也很高兴。虽然不知道这22年来他在国外过得好不好，我作为他的妹妹，还是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对他的帮助。已经过去22年了。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既漫长又短暂。漫长是因为这么多年，我们三江的发展遇到了太多的困难，我们付出了太多的努力。说短暂是因为我早就已经把个人的幸福和三江人民的幸福融在了一起。我知道你不想谈过去的事情，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么多年，我是带着回来与你相见的信念才熬过来的。在我找到舅舅之前，我每天都在拼尽全力，让自己活下来。到我最绝望的时候，就看着他，就像你在身边跟我说：“海鹏哥，我们回家吧。”不说这些了。好。晨晨，我们已经错过了人生最好的时光，能够再次重逢，既是缘分，也是我们努力的结果。我请求你原谅我，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海鹏哥，我必须要承认，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希望你活着，看到你平安回来的那一天。但是，我又何尝不想回来？但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各自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这何尝不是最好的结果呢？哎，对，就是。来了。会这么短吗？你们是？是旺财。是旺
是。旺仔，你们找陈书记是吗？旺仔，我们是你爸妈呀，你怎么忘了？对呀，我是妈妈呀，旺仔，我是妈妈呀。我们是特地从国外回来看你的。旺仔，先出去行吗？旺仔，我说你们先出去行吗？旺仔，旺仔，怎么了？旺仔，你不要关门，你见见妈妈呀，旺仔，旺仔，旺仔，那不要我们了。是陈书记吗？晨晨，是晨晨，是晨晨。你不会连我们都不认识了吧？对呀。我是你耀庆哥呀，她是你嫂子。是啊。你们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啊？来进屋说吧。旺仔他把我们赶了出来。这也不能怪孩子，毕竟这10几年，他以为你们……我们这10几年来都给家里来过信的，而且每个月还汇钱给旺仔做生活费。你们往家写过信，还每个月都寄钱。对啊，可是这信寄到哪儿了呢？当然是寄到家里了。一强还给我们回信说，旺仔这些年一切都好，让我们在外边安心赚钱。我们回到村里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都是你在抚养旺仔。那钱收到了吗？这个混蛋，现在抓把他抓起来，一点也不冤。那你们这次回来是？以前好长时间没有回信，我们不放心，所以回来看看，顺便也想接儿子过去，一家团圆。我知道，你是一个没结过婚的姑娘，养育旺仔这么多年，也很不容易。吃了不少的苦，还耽误了你。可是，你也要理解理解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外面累死累活的，就是想多挣点钱，让旺仔过上更好的生活。旺仔现在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虽然已经过了叛逆期，但是，他是个特别有聪明又有主见的孩子。你让我想一想，我再跟他好好谈一谈。哦。多吃点水果对身体好。我要不要再给你削个苹果啊？有点困了，就不吃了。明天要考试呢。
你真的不回去了？不回去了。三江才是我家乡，在外面那是漂泊，回来了就再也不走了。Raymond，忘了 Raymond 吧，我只有一个中国的名字，叫苏海鹏。苏海鹏，你的事彩薇姐跟我说了，我理解你，也祝福你，未来一切都好。谢谢，我依然感激你跟谢大哥，你们永远是我的朋友。我会回来看你的。再见。从短期看啊，华泰看中我们的会是我们的廉价的这个劳动力市场还有优质的土地资源。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们一定能够提供给企业一些优秀的管理人才，这点我觉得企业是急需的。我们要想在企业的前面，你们可以从喂，刘老师，哎，你好，什么事儿？陈晓妈妈，陈晓今天一天都没有到学校来，她是不是生病了？他早上拿着书包就是去学校了。你们做家长的要多关心孩子，这个年纪的孩子啊，很容易产生叛逆心理。他在家里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最近家里有一些小的变故，所以孩子可能情绪上有一点小的影响。不过刘老师您放心，我会跟孩子好好谈谈的，保证不会影响功课。好吧。这样，你们回头去跟福海大学做一下对接，看看他今年有什么优秀的应届生毕业的资源。好的。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想他妈了，陪你坐会儿。我也想姨妈。自从他走了以后，就觉得少点什么，还好有旺仔。旺仔这一天天长得真快啊！也是个大孩子了啊！很快，旺仔就要去上大学，找工作，说不定过2年咱要出国呢。妈，我知道你啥意思。你不就是想赶我走吗？可能这世界上真正会疼我的人，就只有大妈。生气了，真是长大了。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你第一次管我叫妈妈，就在这个堂屋里。
说不会不管你的，现在也一样。你长大了，做任何选择，我都理解，也都接受。想走。我知道，你还想等你妈，等你晨晨妈妈，但是她不是市里有临时会议吗？实在赶不回来了。她让我嘱咐你，在国外一定要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别挂念我们。要不，我们还是再等等吧。旺仔，你亲生父母在机场已经等了2个小时了，你看这都3点了。晨晨妈妈也说了，3点之前赶不回来，就别等她了。陈总，再不走来不及了。咱们是国际航班，还得安检呢，一会儿路上该堵车了。走吧。喂，你好。Hello, this is Mike. Michael? Hi, I'm Chen. I am the grandson of Mrs. Wilson's. My grandma said that it's you who brought her to Yunling that year. And she also gave us a picture with you and my grandma inside. Okay, I see. How is your grandma? Is everything going well? Although she has passed away, she left me many beautiful pictures of you. There's nothing else. I just called to ask you if we can travel to Yunling. It's so beautiful there. I'm sorry to hear that, but of course you're always welcome. I hope to see you soon. Bye bye. 我们对于云岭旅游区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看好的，因为这里不仅有非常优美的风景，而且有各式各样保存尚未完好的古代建筑和近代建筑。如果我们能够发展好的话，我相信不仅可以成为三江老百姓日常休闲娱乐的场所，还可以吸引很多海内外的游客，对于提升整个三江市的知名度是有好处的。陈晨同志这个建议非常好啊，我看啊，可以考虑尽快的开发云岭旅游区啊。我听了你们的介绍之后啊，我感觉云岭旅游区的发展前景会非常好的。但是呢，省里不能给钱，也不能给人，要建设好它，就要靠你们福海市了。我们福海市啊是可以出一些经费，恐怕也是杯水车薪，主要还得靠他们三江市自筹啊。其实资金方面不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我们可以想各种方法来筹集。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现在我们主要在做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比方从市区到云岭的这个道路的修缮，包括上山步道的这个修缮，还有我们要求所有的古建筑的修缮一定要修旧如旧，尽可能的去保护。
当然，我们其实最需要的是省领导对于修建云人旅游区的一个明确的指示，因为毕竟这个项目只要动起来，我们一定是奔着创建国家级5A 级风景区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对，行啊，我全力支持你们的计划，大胆的去干吧。报告指，云林旅游区建议今天上午，福海市市委书记李富民、三江市市委书记陈直等人参加了剪彩仪式。你在想什么？22年了，就像一场梦。我申请去探视陈伟，但是被他给拒绝了。你说曾经你俩那么好的兄弟，就因为偷渡，我明白你心里对他有愧疚，但是我没有办法原谅他。如果不是因为他，姨妈也不会。有些事情你并不知道。陈伟，他也救过义工。救过义工？什么时候的事儿？你记得，在我偷渡之前，义工生了一场大病吗？当然，那次义工重病住院，当初手术花了5000块钱，我还问你那5000块钱从哪儿来的？陈伟的，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呢？陈伟带我去找郑玉借的。郑玉。陈伟不是跟郑玉有些交情吗？就带我找到了郑玉。好说歹说，郑玉借给了我3000块钱，但是他要求在3个月内还给他4000，剩余的2000，他给了我们一批走私烟，让我们到黑市上去贩卖。他说这批货的价值是2700。也就是说，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你要凑6700还给他。为了给义工治病嘛，这在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幸好义工的病治得非常顺利，这批钱也算值了。那后来呢？我跟陈伟都没什么经验，到了黑市上就让给骗了，没赚到钱，货还没了。那郑玉不可能就这么放过你们。郑玉自然是不会放过我们的，但是他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用我威胁你了？郑玉当时说，让你陪他1个月。难怪有一次我们在福海大学后面那个小吃街吃饭，当时我冲出来了一堆小混混，你拉着我就跑。你知道吗？当时我无比的后悔，我不应该把你也拖下水。不能怪你，你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也是为了我才被逼成这样的。后来郑玉又找了我几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捅了他一刀，让他在医院躺了好久。所以警察要找你，郑玉不会放过你，所以陈伟才给你出主意让你偷渡，而且还带上了我。我怎么能不带上你？当时的情况，我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郑玉如果找上门来，我当时真的不敢想。可你知道我有多痛恨偷渡？我当然知道，所以我还幼稚的想办法，让祖旺开船带我们去牛角岛。为了让你放松警惕，我还约上了威龙和采薇，假装是去买海鲜度周末，打算到了半夜再带你从牛角岛上登上偷渡船。你说，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跳船，你的计划是不是就成功了？是啊。你说我们的生活会变成怎样呢？我真的后悔把你拉上那条船，但是后来我又无数次的庆幸，你能义无反顾地跳下那艘船。
是啊，我是幸运的，我遇到了魏姨，是他们救了我。你现在能告诉我，当年那次偷渡的组织者是谁了吗？你说那个蛇头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见过他。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叫温永亮，就是我们三江人。温永亮，22年，一晃就过了。可能在你看来，我没有经历那种颠沛流离和惊心动魄，但我也确实在苦难中被锻炼出来了。我不会再成为你的软肋了。是啊，你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小真晨了。这22年，对我来说，生活就像一幅拼图。三江、姨妈、旺仔，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但是并不完整，就缺了那么一块儿。我们都丢失了那22年，但是未来，我们有更长的时间，会把丢失的这一块给补回来。没错，这一切源于生活的苦难，都应该放下了。没必要再纠结在过去里，未来才是最重要的。目前全市呢，一共有3个温永亮，其中这个温永亮呢，从年龄上来说是最符合的，今年47岁，在福海市开了一家大型的留学中介公司。留学中介，他以前做什么的？查了没有？查过了。这个留学中介呢，是成立于3年前，创始人呢就是温永亮。他之前呢是做进出口贸易的，每年都是纳税大户，还经常向山区捐款。一些媒体对他有过报道。进出口贸易，我们现在的问题呢，黄觉，根据苏海鹏的举报，这个偷渡案呢发生在1985年，到现在呢已经过去22年的时间了。我们现在是除了苏海鹏的人证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这过了时间，我们的确不好再查了。47岁，温永亮，留学中介。丁局，您还得稍等会儿，黄局还在开会。哎呀，真是人走茶凉啊！我这刚退休，领导就把架子端起来了啊！瞧您说的，黄局真的在开会，有个陈书记亲自过问的案子。他不上心能行吗？也正常啊，即便是我还在这儿，那陈书记的官比我也大呀，啊，不理我也是应该的。你呀，你从派出所到公安局，是我给你批的。是。怎么，我刚离开，就跟我打马虎眼了？那陈书记什么时候关注过公安局的案子呀？真不是糊弄您，有个22年前的偷渡案，今天一早当事人来举报，陈书记让黄局他们尽快破案。行了，我不听你们说这个，我走了。你不许把我来这儿的事儿告诉黄伟杰啊，省得他瞧不起我。是，我送送您。不用，记住了，不许说啊。哦。
一个搞进出口贸易的，怎么突然搞起留学中介了？你们都想想啊！留学中介啊，小马，你还记不记得永军在牺牲之前，他一直拿着一些留学中介的广告在研究？广告？哟，我之前一直觉得是张队要给他们孩子办理出国留学，可张队孩子才多大呀？黄觉，现在来看，张队应该很早就盯上这家留学中介了。这么多年以来，永军一直把当年的偷渡案放在心上。他认为这是一个系列偷渡案，却只抓到了几个小角色，真正的幕后主使一直没有露面。黄觉，难道真的跟这个留学中介有关系？做偷渡的人来钱快，想金盆洗手很难。也就是说，虽然苏海鹏举报的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期，只要我们找见他现在的犯罪证据，一样可以让他伏法。王局，怎么了？刚才郑局来找您。你把这个案子事跟他说了吗？说了一点。小马、小莲，到，在。立刻把温永亮给我控制住！你们不管采取什么手段，都把他给我控制住！马上行动！是。我早就跟你说过，太危险。哎，我跟他们没有业务上的往来，牵扯不到我。再说了，22年前的案子，苏海鹏空口无凭，定不了温永亮的罪。22年前的案子，那个去杀陈伟的船老大是不是温永亮的人？啊！这件事情没人知道，那个船老大人现在在泰国。那也不行，那也还是危险。我们得赶紧想办法脱身。你找船，把我们全家把他送出去。这些人跟温永亮22年了，现在我们给他撇下，我们跑，他们不会干的。您好，这里是远洋留学，欢迎您致电咨询。他们没动公司。哎呀，我们只能赌他们手里没有证据。抓温永亮，只是为了给自己争取时间。要不然把远洋留学关了吧？你长不长脑子啊？啊？这个时候关门，那不是告诉人家这个中介有问题吗？得开着。但是资料得毁了。好，回来，回来。走。方局，人已经跑了，但是我们还在搜。是。马哥，郑先生，继续搜。是。你仔细的辨认一下，是不是他？时间确实太长了。我第一次见这个摄头还是在渤海修街的时候。等一下，应该是中间这个人。确定？确定。哦，你稍等一下。
们把资料传给我们了。这2年参加过远洋留学项目、游学项目的留学生，目前都不在国内，大部分在国外打工。这就对上了，他们是在利用留学中介搞偷渡。是。江马，立刻缉拿王永亮，如有反抗，绝不手软。是。